放弃回春丹。听到叶晨的话，费建中表情先是一怔，旋即才有些惶恐地问道：叶先生，您为何会提出这个要求？叶晨看着他，非常淡然地说道：如果明年拍卖会继续的话，费老先生觉得以你的经济实力，能否成功拍得最后压轴的那颗回春丹？这个费建中不禁回想起当时的拍卖会现场，自己的承受极限也就是2000亿美元罢了，但安重秋的叫价却几乎比自己高了1倍。如果明年回春丹还到这个价位，自己是无论如何也负担不起的，更何况自己不可能为了一己私利牺牲整个费家的利益。这件事情在上一次已经给了自己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，所以于情于理自己都不能再犯第2次同样的错误。这也就意味着自己基本上失去了竞争回春丹的资格。不过对他来说，就算是无法竞争到一整颗的回春丹，但起码还可以去争一争那1/4颗。若是成功拿下其中1份，至少也能让自己多活3-5年。即便叶晨已经承诺再保他多活10年，但阳寿这种事情永远不会有人嫌多。如果真让他放弃竞争回春丹的话，那就等于断掉了一条增寿的重要途径。就在他整个人迟疑不定的时候，叶晨冷不丁地开口说道：费老先生要想明白一件事，回春丹拍卖会将来是否正常召开，全凭我叶晨的个人喜好，有可能哪天我不想再做这件事情，全世界的人都没有地方去买回春丹，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，只有我的承诺才真正有价值。叶晨的话让费建中瞬间恍悟过来，同时他也明白了叶晨这次来找自己的真正目的。叶晨承诺保自己再活10年，就是要让自己全力辅助费可欣的同时，放弃让整个费家劳民伤财的去竞拍回春丹。至于回春丹拍卖会开与不开，也完全取决于叶晨自己。先不说回春丹是否是有数的，越拍越少，单说叶晨现如今的财力，可能用不了多久，他真的瞧不上回春丹拍卖的收入了。无论是卖没了还是不卖了，自己都无法左右。万一叶晨真把这条路掐断，那自己岂不是什么机会都没了？想来叶晨这个保自己再活10年的条件，确实是最好不过的选择了。只要自己好好配合，这件事就绝对稳妥，不会有任何变数。想到这里，费建中双膝弯曲，跪在地上，感激地说道：谢叶先生大恩大德，在下没齿难忘。叶晨微微点了点头，从口袋里掏出提前准备好的半颗散血救心丹，开口道：费老先生，我看你身体还是多有虚弱，这半颗散血救心丹你就先服下吧，服下之后，未来这2-3年你会活得很轻松。费建中顿时惊喜无比，叶晨之前的那半颗散血救心丹虽然救了自己的命，但因为自己当时身体过于虚弱的缘故，所以这药力并没有让自己感觉身体变得多轻松。可以说整个人依旧有一种行将就木的感觉，只是他岁数摆在这里，就算是通过普通的疗养手段，也不可能让他的身体状况有什么改观。所以目前对他来说，唯一真正有效的就是叶晨的回春丹以及散血救心丹。而今叶晨又拿出半颗散血救心丹来，这对费建中来说简直就是雪中送炭。狂喜之下的费建中立刻颤抖着将双手捧在头顶，恭敬地说道：在下叩谢叶先生赐药。叶晨将丹药放在他的手心，淡淡道：费老先生不必这么客气，还是先起来把药服下吧。费建中不敢起身，而是跪在地上，将那半颗散血救心丹小心翼翼地放在了口中。半颗丹药入口即化，
变成一股暖流直入他的丹田，随即又通过他的经脉流向全身。只是一瞬间，费建中感觉自己的身体状态一下子好了许多，先前行动还多有不便，可现在立刻感觉自己的身体整个轻松不少。正当他整个人陷入狂喜之中，仔细体会着浑身上下那股说不出的畅快时，面前的叶晨开口说道：“费老爷子多多保重身体，2年之后我会再给你准备半颗散血救心丹。”费建中感恩戴德地说道：“谢谢叶先生挂念，在下一定多多注意养生之道，不辜负叶先生的嘱托的。”叶晨点了点头，伸手将费建中搀扶起来，随后便淡然道：“行了，今天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”费可欣忍不住问：“叶先生，刚来就要走吗？这么着急？”叶晨笑道：“事情办完了，我也就不在这叨扰了。”费建中连忙说道：“叶先生，难得来一趟纽约，不如在家中小住几日，也好让在下尽一尽地主之谊。”叶晨摆摆手，这次来纽约是陪老婆一起送丈母娘回国的，明天送她到机场，我们就会普罗维登斯了，这次就算了。一旁的费可欣虽然心里有些失落，但还是点头说道：“那我送您出去。”费建中也连忙说道：“叶先生，我也送您。”当叶晨在祖孙2人的陪同下从别墅内出来的时候，费家其他人还都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眼见叶晨这么快就出来，费山还忍不住上前一步，恭敬地问道：“叶先生，您这么快就要走了？”叶晨微微点头，淡然道：“费山海，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，以后的日子好好做事，我相信费家不会亏待你的。”费山海心中一颤，连忙躬身说道：“在下谨遵叶先生教诲。”叶晨没再多说，坐进车里，发动汽车，在费家人的注视下驱车离开了费家庄园。叶晨走后，费建中站在原地良久未动。一旁的费可欣忍不住问道：“爷爷，您怎么了？”费建中摇了摇头，微笑道：“没事儿，只是忽然觉得能认识叶先生，是你我祖孙俩这辈子最大的造化。若不是叶先生，我们可能早就死了。”费山海听到这话，表情极度尴尬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声泪俱下的哽咽道：“爸，之前是我鬼迷了心窍，险些酿成大错，请您老人家责罚。”费建中摆了摆手，淡然道：“连叶先生都说了，让你好好做事，我就不再多言赘述了。过往的一切，只要你真心实意想翻，都可以翻得过去，只要你全心全意为费家效力，相信可心也不会亏待你。”费山海当即一个头磕在地上，哽咽道：“爸，谢谢您的宽宏大量，儿子以后一定为费家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”